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世间痴男怨女为了爱情神魂颠倒，追求理想中的崇高爱情，甚至可以走上绝路。我是坚文，师承奇案要回到上世纪70年代，和资深报人何莹一起去解一个男女三角习题，同时这也是一起三命焚尸案。这宗案件发生在1970年4月28日清晨，是在这个章鱼路上段罕见人迹的一个矿地，那边杂草横生，凄清荒凉，丛生浅废，惊心动魄。一辆蓝色的日本轿车停在那边，挡风镜布满了露水，模糊一片，看不清楚车内是否有人。车旁呢是一堆烧焦的物体，物体上面好像披了一些残破的布料，还有一些好像是头发与肢体形状的东西。事发的地点很可能是如今丹纳美拉地铁站到新加坡博览中心那一带的岔路，一条僻静的道路，一辆焚毁的汽车，一些不明的残骸。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凶杀案调查组人员最初以为只有一具尸体，而推断是一起毁尸灭迹的杀人烧尸案。可是后来发现焦尸不止一具而是3具的时候，才知道此案并不简单。车内留下一把面包刀、一小盒火柴，还有一个空药瓶。3具焦尸旁还有一把弹簧刀。查案警长认为，如果这是一宗谋杀案，要一连烧死3个人，首先就得把3人一起绑架，载他们到荒郊，再淋油放火，需要花费不少功夫和人手，还要有周详的计划。可是现场没有留下可疑的脚印，也没有其他车辆的轮胎印，车内也没有激烈挣扎留下的痕迹。明显的，这个荒郊矿地便是案发的第一现场。法医排除了3名受害人是在他处遭遇毒手后弃置这里的。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案发现场除了已经被烧死的2女1男以外，有其他人在场。如果是1男1女，殉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2女1男为何会被火烧焦，死在一块儿？3人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关系？警方当时这么推断，这3名男女是不是早已约定一起放火烧身，同归于尽？然而假定这个是集体自杀，可是又没有遗书留下，动机也耐人寻味。是什么原因这3个人必须同归于尽不可呢？3名死者的身份是23岁的张喜春、22岁的妹妹张少丽，男的是28岁的陈进成。3个人都是校友，因校9号毕业，经常3人游出外游玩。案发3年前，他们还结拜为兄妹。警方将查案重点放在男女关系上，以确定这是否是一起殉情案。可是张、陈2家人都坚称他们3个人并非殉情。原来陈进成早在3年前已经跟一个蔡姓的邻居注册结婚，张家姐妹也知道了这一桩婚事。尽管如此，陈进成还是经常跟张家姐妹来往，甚至单独跟妹妹一起去游泳。虽然有着婚约，却依然和张家姐妹来往频密，还甚至单独约会。陈进成的感情生活很受怀疑。
查案的警长把验尸报告的重点归纳如下：3名男女是活活被烧死的，身上没有遭人袭击所造成的外伤。3个人的胃里都有安眠药残余的成分，但是他们的血液当中却找不到安眠药的成分。由此推断，3人是在自焚不久之前才服药的。依照尸体烧焦的程度来推断，最先烧死的应该是张少丽，其次是张喜春，最后是陈进成。可是这样的推断又能够证明些什么呢？点火烧人的究竟是谁？难道他们是自焚吗？根据我国刑事法典有关自杀的法律条文，它是这样的：假定甲跟乙同意自杀，而且互相商量好了，命案一旦发生，甲跟乙双双丧命，那么这个案件就可以就此了结。假定甲要自杀，乙同意自杀，却没有轻生，那乙便触犯了教唆甲自杀的罪名。假定甲不想死，而乙杀了甲，乙当然是触犯了谋杀罪。就算乙是在甲的要求下把甲杀了，乙同样是犯了谋杀罪。问题是，这2女1男教唆自焚的是谁？其他2人同意那么做吗？1970年7月3日，这起案子提呈验尸庭研审。3名死者所戴的手表的表针指示的死亡时间几乎节外生枝，为案件添多一个谜团。原来陈进成的表针是停在半夜12点34分，而张家妹妹的表针跟陈进成相差了21分钟。姐姐的手表已经烧焦，但依稀可辨，跟妹妹的相差不大。死亡时间不一致，可能的情况是，当中一个人烧死其他2个人以后才自焚，或者2人合谋烧死一个人后才各自自焚，或者3个人一个接一个轮流自焚。但是真相究竟如何，没人知道。除此，是否还有外人牵涉？查案人员并未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可是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证据，也无法进一步调查。由于案件有太多谜团和死结，无法得到解答，因此验尸官只能宣判此案为悬案。这些爱的谜团都已经在熊熊烈火之中化为绵绵长恨，随着这3名男女死者永埋地下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不应该以死亡凌驾于爱情来解读。无论是3个人都同意共赴黄泉，亦或是其中有人教唆主使，这起悲剧怎么也不能够以爱情来美其名。如果你对这类案件充满好奇，请订阅频道，并且期待另一集的《师承奇案》。